风能有什么好处？反正你讲的好，大概都可以讲出来。比如说什么呀，对环境非常的友善啊，然后基本上的话，它对那个什么，它对燃料，它可以分散我们的燃料的风险啊，然后基本上它的那个操作性，它的那个 cost 啊，基本上是大概不会因为什么燃料一下子变大变小，然后一下子变贵变少，不会啊。没有空气污染啊，没有那个什么温室效应气体啊，然后基本上不像其他大量的一些跟热能发电相关的或是什么都需要大量的水，都不需要啊。然后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在地性的能源啊，然后呢永远都是供应不竭啊，然后基本上你可以做多小型的风机，所以没有什么大型电网，它可以独立电网这样子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但是它价钱很固定，所以基本上可以用来一些避险，不是像有些东西一下子很高，一下很低哈，就大概是这样。现在风车的那个什么用风力发电，基本上它的那个价钱算是蛮便宜的，大概1度大概是2.8块到3块，不到3块。大概就是你如果用风力发电的话，大概跟你现在用的价钱差不多。不过风力发电的问题就是说，它真的是稳定性真的很差，稳定性所以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肩载变脸的时候啊，然后都是可能到最后还是没用到，用去什么抽去水力发电把能量储起来这样。坏处呢，最近大家都在什么？大家有一些抗议的有没有？华为不是要在苗栗的地方设一些风机嘛？就怎么样？第一个对那个什么，对那些那个鸟类啊，基本上你就不知道，就冲上去就变成绞肉机了，对不对？那绞肉机不仅把鸟给杀了，而且对机子也不好，对不对？飞行器啊，对那种鸟类的那个非常那个，你如果是我记得曾经有那种我们的幻象2000绞进一只鸽子啊，那个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你是要跟鸽子主人求偿，还是鸽子主人跟空军求偿？所以你把我的赛鸽一只100万民鸽给绞进去，但是呢，它的100万算什么？缴到那个涡轮业绩里面，可能几亿的维修费啊，这样子，噪音啊，确实啊，你刚去的人你不会听到，但是久的话，就它是低频噪音，那个久了的话，你可能会神经衰弱。还有这个美观啊，这个美观就因人啊，有些人觉得这个1-2只风车在那边走好像蛮漂亮的，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啊。所以说这个美观的问题啊，这个到底是好或是不好，这个不知道啊。然后这个什么样间断性的，就这样有风才有，没有风就没有啊，对不对？然后基本上风大的地方一定不是很多人住的地方，所以呢，基本上你说电力的传送一定要会很大功夫嘛。我们讲过说，现在台湾风场最好的是什么？澎湖嘛。澎湖大家有没有去过中屯？中屯现在已经有10几根了嘛。你如果从澎湖本岛要到什么跨海大桥会经过一个地方，你看到很多根嘛。那个地方是很好，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以前也提过了。澎湖什么时候风最大？冬天风最大。台湾的用电尖峰时候是什么时候？夏天所以然后呢，好，那你说澎湖要自给自足，澎湖的夏天用电量很大，澎湖那个风车发电不好，所以澎湖的夏天还是要火力发电。然后澎湖的冬天产生过量的电，澎湖又用不了，要怎么办？传回台湾，台湾也用不了，但是你就是要保证收购，就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种那个刚刚好跟你的那个相反的，刚好是那个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那个，然后他这边讲的是说，还有一些是说它设计上面跟传统的那个燃料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可能还要重新来设计。不过这个是小问题，是额外。还有什么那个就是资本的问题，你这个可能需要说服人家来做这个风力发电，然后才回收这样的。所以其实各有好坏处，但是呢，基本上只能讲说，台湾的风力发电已经大概。我个人觉得已经大概是饱和了啦。你除非是真的是要做到离岸式，但离岸式要越来越贵了，就越来越贵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台湾的风力发电应该是一个好的输出项目了，你知道吗？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跟西班牙丹麦那种大厂竞争，但是总是有那种开发中国家、东南亚、中国大陆他们有很大的风场，那这个东西他们的可能需要规格没那么高，那其实我们。机械产业就可以好好的介入，所以我个人，当然我们没有做风车，我们现在有没有老师在做风车？有啊，我们现在金大人老师有一组在做风车的，不是他做的比较小的，他做的好像是几千瓦的了哈，现在风车都已经几百万瓦的，但他做几千瓦的，但是也是有啊，就是做小型风车蛮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真的是它的成长率是很大，尤其是美国啊，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哈其实我的猜也不只有美国，只是美国我们比较熟了，我们比较常注意在美国，因为我最近今年3月跟去年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一大群人全部在做风机，他们什么都有啊，所以美国真的是可以在能源上面做很多的考量，而且他们电网又大，电网只要够大，你就可以比较容易调配。今天你只有100块，这个资金调配很困难。如果你有1000万，你大概就调配就很简单。你有1亿更好调配了。所以台湾有一个问题，电网太小，就是我们是一个独立电网，所以说你基本上你要调配就比较难一点。欧洲整个一个整体电网，美国这样子，所以美国真的蛮多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就知道一定是中国大陆了。他们那个内蒙那个地方啊很大，你看内蒙那个地方也是适合当风机的哈。所以基本上很多台湾的，不过现在台湾的厂商大部分在机械技术上面也未必是有比人家好，因为他们想要扶持这些厂商。但是我们在什么技术的咨询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毕竟这东西还是要经验累积啊。所以像我们的我们的那个东元电机，它在这方面的话就做了蛮多。你看台湾对用东元电机的整个风机跟发电并没有太多，但东元电机在整个大陆的风机的市场里面还算是蛮活跃的。所以这边看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风机本身，我个人觉得是说，这是一个现在还应该好发展。不过台湾可能就受限于地形上面，可能你看，所以你看现在大家也很少讲风机了，因为大家可以插的地方都插遍了这样的。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都是什么大国啦，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也是很大，印度对不对？然后法国跟英国是因为什么？接近北海啊，北海就有个好处，这个真的好，又北海那边有原油啊，然后又一年四季风很大，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风很大，当初英国才会在2次大战的时候，我们讲说英国老是什么大战都没事，为什么？这个北海就是一个英吉利海峡那个地方啊，全部都什么风大，所以说可以航行的时间不多，什么事情都跟天然屏障啊。所以每次在打仗的时候，英国都是因为英吉利海峡那个地方，所以有一个，但是在整个北海那个地方风很大，所以你看，只要跟北海相关的国家哈，北边啊、荷兰啊什么的地方，比利时他们是小国，不过他们都是怎么样，都有很大的风力的蕴藏这样子。所以现在的主流5大便是煤，对不对？刚才讲过了。跟什么呀？跟少过的平方成正，跟那个半径成正比，所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你看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是3.600万瓦，台湾应该还没有这么大的那个风机，这是4.500万瓦的，对不对？那基本上已经是庞然大物了。啊，你就想想看，这种风机那叫施工啊，对不对？那个施工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施工，那个机具什么东西都要特别的那个什么。为了要做这种工程，你要有特定的机具，所以这边说重工业一定要很发达。所以这边讲说，第一个潮大了，现在发现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5 mega 已经是那种庞然巨物了。接下来是怎么样？离岸的，你看，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做那个按离岸的话，就是成本就很贵了。这都是一些已经商转，大部分你看到这边，我们这边讲的是讲北海啊。离岸的大概就是现在最好的风场，就是在那个那叫北欧，那不叫北欧吧，就是欧洲北边那个北海那个地方。那边的话风又大，然后又多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基本上投资大家都讲说，哎呦，离岸的比较好。那为什么离岸的台湾现在基本上做离岸式的几乎没有，不多了哈，大部分都还是那个陆基的这样子。你看陆基的哈，基本上你只要什么那个我们看那个 turbine 啊，这个有没有？基本上陆基的来讲哈，那个陆基的 onshore 那个什么 onshore 陆基来讲，基本上最贵就是什么？就是风机啊。那个风机做出来，其他都比较简单了。我们讲基础建设这一块，才这样子而已，9%，将近70%的成本都是在风机上面。啊，其他的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子，比如说 grid connection 啊，那些什么那个电网的连接啊，然后做一些事后的一些 management 啊，还有一些什么一些 maintenance 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不多啊。但是呢，你看那个离岸式的，单是什么样？它 turbine 现在。这个东西不是同样价钱啊，价钱更贵哈，只是说它占了百分比，所以说基本上它的风机占了只剩下1/3，你看它的 found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的话，往海域的话，它的好处什么？
第一个路上越差越那个嘛哈，那基本上海边的话风速比较稳定嘛，然后而且可以什么呀？粗糙度，它表面粗糙度不像那个地表呢，那个这个会有影响嘛，会那个然后可以用比较低的塔架，然后基本上乱流较小这样子哈。但是呢，它的成本就是有一大部分的成本会要在这两个你看都增加了有没有？那个电网的连接跟那个什么跟那个电机啊。所以就是大家看一下，说整个那个这是以美国来看看，早期1980年开始有，那时候很小，50千瓦的陆基的，绿色就是陆基的哈，一直往上走，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什么呀？都是离岸式的，然后已经到什么到500万瓦了。哪一天你看到那种那个什么10、100万瓦的，我也不知道。其实那个哈，大家知道哈，你越长。材料力学就知道吧，你越长转的时候离心力扭力就越大，啊，然后你越长的时候力矩越大，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做很长就很长，到最后的话可能还是要取决什么样？取决我的材料啊，我的那个风叶片的材料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出这么强度这么够的材料，然后可以稳定旋转的哈。